我叫严西西，是个作家，最爱写虐文。今天写的是男主被迫娶妻不愿洞房，竟被恶毒女配下药强睡，一败天地。虐文嘛，就得往死里虐才有人看啊。我穿进自己的小说，成为恶毒女配严西西了。这家伙又蠢又坏的，最后死的老惨了。我可不能按照原剧情走。严西西，严西西，你听着，就算本王奉旨娶了你，也绝不会跟你洞房的。切，你想洞房，我还不愿意呢。你以为你是什么香饽饽，是个人都想扑上去啊？再见！别以为你玩欲擒故纵的把戏，本王就会上当。男人，别仗着自己有点姿色，就这么自恋。我们约法三章，今天成的亲不算数。从今以后，你过你的，我过我的，你敢吗？好啊，一言为定。但愿你不会反悔。谁后悔谁是小狗。这女人今天怎么变得如此反常？违反原书剧情会被系统抹杀，必须完成任务才能保命回家。第一个任务，与秦川完成洞房花烛夜。不是吧，还得洞房？说好了，你过你的，我过我的，没事不要来打扰本王。大家都已经是夫妻了，不用搞得这么生分吧？你回来干什么？想反悔？人家这不是第一次成亲，刚刚有点恐婚，说话稍微过头了那么一点点，你别当真嘛。果然要反悔。这话说的，夫妻之间的事儿哪能叫反悔？一点小情调嘛。这洞房布置的多好，一个人睡多浪费啊！不如这样，我勉为其难陪你一晚。不必，本王一个人挺好的。境外，这话境外了啊！夫妻之间客气什么？我陪你睡。你走不走？不走。真不走？坚决不走。没有洞房的婚姻是不完整的，你就睡一觉，我保证不碰你。秦川，放我下来！闹够了没有？既然你都瞧不上我，那我在王府里待下去也没什么意思啊。喝了这杯酒，咱们就分道扬镳，我保证绝不再烦你。如果你是想玩下蒙汗药的把戏，本王劝你还是别白费力气了。真是世风日下，人与人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了，这酒里怎么会有蒙汗药呢？不信我喝你看。你看没事吧？那你把这杯也喝了，本王就信你。一人一杯，还是你喝吧。你喝。我酒量不好，喝多了酒后乱性的，还是你喝吧。你喝。我跟你说，你别逼我，逼急了我什么都做得出来的。你喝。我喝就我喝。任务完成，奖励回城碎片1块，集齐3块就可以返回现实世界。
这任务还挺简单的嘛，回家岂不是指日可待？记住，你不能主动违反原书剧情，否则依然会被抹杀。放心，下次任务什么时候？ 3天之内将会生成第2个任务，耐心等待吧。颜兮兮，你真是好手段，有朝一日本王定会休了你。哎呀，随便吧，王爷要加油哦，看好你哦。真当自己是香饽饽了？昨晚要不是为了保命，谁稀罕睡你？你说什么？谁说话了？莫名其妙。这小伙不会脑子有毛病吧？白瞎了这张帅脸了。放肆！你还敢说？大哥，我真的没说话呀。怎么回事？他刚刚的确没张嘴，难道本王听到的是这女人的心声？灵侧妃到。见过王爷，王妃姐姐刚刚过门，妾身特意来向姐姐敬茶请安。小婉不愧是大家闺秀，果然识礼数。你有心了？什么识礼数？这个林小婉就是打算借着敬茶的机会，假装被茶水烫到，栽赃陷害我。一派胡言！小婉根本就不是那样的人。王爷，你说什么呢？哦，没事，敬茶吧。姐姐，请用茶。怎么可能？真被他说中了。王妃若是对妾身不满，直说便是，为何故意拿茶水烫妾身呢？王爷，你看，王妃刚进门便这般跋扈，以后哪里还有妾身的活路啊？您可要为妾身做主啊！就知道你会来这一手，秦川这个笨蛋肯定要上当喽。王爷素来信我，这一下保证你吃不了兜着走。王爷，放肆！明明是你自己故意洒的茶水，你还敢当面栽赃陷害，好大的胆子！妾身错了，王爷息怒。蓄意栽赃，以下犯上，从今日起，把你锋利减半，抄写女诫100遍。啊！是什么情况？这秦川怎么突然变聪明了？小姐，这战旗王爷一向视若珍宝，真的要破坏吗？当然，上次没有坑到颜兮兮，这次我看他还有没有那么好运。让你还我好事，让你还我好事。颜兮兮，我看你在王府还怎么待下去。王妃，王爷传您去书房。书房？看来到了战旗嫁祸的剧情了，手段真不高明，但我不能违反原剧情，只能配合了。这不是王爷征战沙场的战旗吗？上面染的都是不将英烈的鲜血。王爷视作珍宝，从不让人碰的。姐姐，就算你对王爷再不满，也不能拿战旗撒气啊！王爷，王妃她刚过门，不知道战旗对您的重要，妾身请您从轻发落。装模作样，明明是你踩的战旗，旗子上的脚印一看就知道谁干的。可惜秦川这个笨蛋肯定要中计。战旗上的脚印也红了，
可王妃的府中乃是黑土地面，不可能沾染红泥。府中唯一有红土地面的，是你的南院。冤枉啊，王爷！说不定是王妃为了栽赃嫁祸我，故意去我的南院踩上红泥的。嫁祸你？战旗上不仅有红泥，还有脚印。把你们两个的鞋子放在一起比对一下，到底是谁一清二楚？王爷，饶命啊！妾身知错了。好你个林小婉，不仅损毁战旗，还三番栽赃王妃。来人，在把他给我拖下去，打20军棍，严加惩戒。王爷，饶命啊！王爷，走。奇怪，你怎么没上林小婉的当啊？本王慧眼如炬，像这种伎俩，怎么能瞒得过本王？不对呀，剧情不是这样的。你说什么？哦，没什么。奇怪，晴川怎么突然间变得这么聪明？真是奇怪。不过，你再聪明也不可能知道林小婉其实是二皇子的间谍。他明天就会把你查的贪腐案的证人藏身之处告诉二皇子，然后二皇子就会派出刺客刺杀你的证人，要死翘翘喽。什么？赵铁，贪腐案的证人安顿的怎么样？王爷放心，证人如今被安顿在京郊别院，十分隐蔽，绝不会被发现踪迹。今晚或许会有刺杀，你安排人手速去郊外保护。啊，是。来人，抓起来，带下去。情况如何？证人安然无恙，属下审问了刺客和林侧妃，果然都是二皇子的人。居然又被他说中了。王爷，属下十分好奇，您是怎么知道刺客和林侧妃之事啊？如果本王说这都是从王妃的心声里听到的，你信不信？听到心声？这他心通的能力，不是江湖术士骗人的把戏吗？本王原来也不信，可这事实摆在眼前，这不得不信。确实匪夷所思。不过，王妃又怎么会知道林侧妃和刺客之事啊？本王也不知道。这个女人，现在竟然让人琢磨不透了。王爷，反正您能听到王妃的心声，不如再去探听一番。那女人现在在哪里？啊，王妃回家省亲去了。好，此事必须要查个明白。哎呀，闺女啊，你这刚过门几天呢，怎么回来了？是不是和王爷闹别扭了？你们是新婚夫妻，要多培养培养感情啊！你们不懂，这晴川就是个倒霉蛋，我离他越远越好。哎呀，这傻孩子，这话可不敢瞎说，要王爷听到了，可怎么办呢？瑞王到！见过王爷，都是一家人，不必多礼。晴川，你来干嘛？爱妃回府省亲，本王身为严家女婿，一道来看看岳父岳母，这不是很合理吗？合理，合理，那太合理了。七夕才刚回来，王爷就舍不得追过来了。这夫妻感情真是如胶似漆呀。是啊，对了，王爷，今晚就在府里住下，我们俩呀去给你们准备些吃的。你们聊，你们聊啊。走走走。你围着我转来转去干嘛？你见到本王，心里就没有想点什么？有啊，
我想你离我远一点。你想了吗？你真的想了吗？啊？你怕不是有什么大病吧？你是嘴上说本王有病，还是心里这么想？我看你是真有病。怎么就听不到了？王爷，您确定真的听不到王妃的心声了？刚刚本王和他面对面坐了半天，一直听不到，什么都听不到。这能力来的猝不及防，走的也毫无征兆。您再仔细想想，在听到心声之前，和王妃可有发生什么特殊之事啊？当时他为了让本王喝下蒙汗药，强吻了本王。那一刻好像真有异象发生，要不然您再亲王妃一次？荒唐！本王岂是那出卖色相之人？进去了，进去了。哎，我就说嘛，夫妻床头大架床尾和，有什么别扭？睡一觉就好啦。这一细细的脾气，他万一把王爷赶出去怎么办？夫人说的在理，我们得帮帮他们。哎，走。走。为了真相，为了真相。哎，走。我要回家。谁在那儿？转过来！谁在那儿？转过来！晴川，你大半夜不睡觉，溜进我房间干什么？如果我说我是在梦游，你信不信？我信你个大头鬼！我看你就是见色起意。出去！我别！好啊，门都锁了，我看你是想瓮中捉鳖啊！不是，你听本王解释，我刚才……开门！有色狼！救命！有色狼啊！救命啊！开门！王爷，昨晚动静怎么闹这么大？还不是你出了馊主意。本王本来是想为了真相牺牲一下，还没出门就被人锁上。那您亲了王妃没有？亲了。那能听到王妃心声了吗？当时那般情况，本王哪还有心思听那些？哟，这不是流氓大色狼吗？不，王妃，你听本王解释，本王拿性命担保，昨天晚上真是个误会。误会啊？对，误会。
秦川我比任何人都了解，确实干不出这事儿，可能真的是误会。看了看，记住了，下不为例。哼。赵铁啊，本王好像又能听见了啊！你老鬼鬼祟祟的看我干嘛？谁偷看你？本王不过是在欣赏外面的风景而已。赵铁，贪腐案的证人安顿的怎么样了？王爷放心，刺客已经被抓了，证人一切安全。什么？没死？什么没死？没谁，我在自言自语。不对呀，原剧情明明说证人被刺客杀死了。原剧情？啊？你说什么？没什么。本王也在自言自语。原剧情会是什么人呢？这女人身上果然有秘密，本王一定要多听她的心声，探查清楚。你来干嘛？今日春光甚好，本王也来赏花。怎么又是你？今天天气不好，本王也想出来舒展一下身体。笑看看。不是，怎么哪都有你，阴魂不散啊？整个王府都是本王的，本王也来喂鱼，有问题吗？行，那你慢慢喂。潇儿，走。好啊。你，小姐，我怎么觉得王爷是故意靠近你？想多了，他巴不得把我赶出王府呢。不过，系统怎么还不发布新任务？完成3个任务，我就可以回家了。第2个任务，7日之内与秦川断绝夫妻关系。任务完成，奖励回城碎片1块。任务失败，电刑1分钟。断绝夫妻关系，太好了，这不就送分题吗？王爷，有收获吗？这女人脑子里面的想法千奇百怪，层出不穷。这些词句到底是何意义？还有这个名字，本王在她的心声里面也听到了很多次。原剧情，这个名字一听就不是善类。此人不知是何方神圣，但是他和颜希希的关系必定不简单。你多派些人手，尽快找到他的踪迹。是。王妃到。王妃有事？有大事，我是来和王爷和离的。什么？和离？您堂堂王爷，身份高贵，才貌双全，可妾身1没身材，2没长相，才学这一块更是大字不识一箩筐。这王妃当的实属是高攀了，妾身思来想去，不忍心耽误王爷，所以决定忍痛割爱，将王爷归还于单身市场。和离书我都替您写好了，签个字就行。按照原剧情，秦川本来就不喜欢我，这一下我主动要和离，他肯定一口就答应了。这任务真简单。任务？这女人果然又是被那原剧情授意。虽然不知道他们有什么阴谋，但既然他们要做，本王就不能如了他们的意。
王妃这话就说错了，夫妻之间哪来高攀低就，只要合乎心意就行。更何况在本王心里，王妃心思剔透，冰雪聪明，待人体贴入微，又怎能不算良配？和离之事就休要再提。本王还打算与王妃长相厮守，白头偕老呢。啊！哎，王爷，您之前不是巴不得休了王妃吗？她主动提和离，您不答应吗？本王刚刚听她心声，这女人主动提出和离，是受了那袁巨情的命令。事出反常必有妖，她和袁巨情想要做的，本王越是要反着来，绝对不会让他们轻易得逞。原来如此啊！另外，她身上仍然有很多秘密，本王留她在府里，仍然可以偷听她的心声。她和她背后的袁巨情，本王要彻查到底。王爷英明。没道理呀，这晴川明明就不喜欢我，为什么我主动和离，他还不答应呢？难道是担心名不正言不顺，不好对外交代？有了！小姐，这是干嘛呀？古代嫁出去的女子，如果犯了七出之条中的任意一条，就会被休。这可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贵糟粕呀！我能不能回家，全靠它了。休妻回家？离婚大作战正式开始！侧妃娘娘这妆容真好看，好像天仙下凡了。我看这王府里啊，王爷最宠你了，就算是新进门的王妃都不能和娘娘比。当然了，等我见到那女人，非要好好教训她一番。哼！哟，这不是妍希希吗？哎呦，听说呀，你大婚当晚和王爷洞房不成，被王爷派人扔出来了，真是丢死个人了。好倾城是吧？我宣布个事儿，我正牌王妃，晴川我男人，这个砂锅大的拳头，以后谁要是敢勾引我男人，我揍谁。姓严的，别以为你是王妃你就了不起。我告诉你，王爷最讨厌的便是后宅争宠。我告诉王爷，当心他休你啊！你威胁我？对，就是威胁。怎么？怕了？哎呀，我这鞋好像有些脏了呢。你要是跪下来给我擦干净，我心情好，说不定就放你一马喽。我来擦，侧妃娘娘息怒。滚开！你算什么东西，也配替我擦鞋？没事吧？没事。哎呀，王妃，你这贱奴啊，不守规矩，我替你教训教训，你应该不介意吧？当然不介意，不过我希望接下来你也不介意。王爷，你要替妾身做主啊！王妃扬言说，您只能是她一个人的，要独占宠爱。妾身不服气，便争辩了几句，结果就被打成了这样。王爷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就是嫉妒，王爷只能是我一个人的，谁要是敢争宠，照打不误。王爷，都帮你铺垫到这份上了，七出里的嫉妒之罪是跑不了了，赶紧的休了我啊！原来严希希是故意违反七出之条，目的还是想让我休妻。哼，本王才不会上当。哎，爱妃嫉妒，说明是爱本王爱的深沉，本王甚是欣慰呢。那就赏黄金100两，聊表心意吧。王爷，不可！他这犯的可是七出之条的嫉妒之罪，按律例你应该休妻。应该休妻。姐妹，会说就多说点。
这没有规矩不成方圆。王爷，您要是赏罚不分，以后人心不服后宅难。对，人心不服后宅难。好了，本王心意已决，不必多言了，都散了吧。王爷你能不能骂我，骂得再狠一点，一定要让王爷休妻啊！你神经病吧！我去！王爷这是吃错什么药了？明明他以前最讲规矩、最讲公平了，怎么这次这么偏袒颜兮兮？难道王爷真的爱上了他？爱个头啊！他颜兮兮哪点比我好？不行，绝对不能这么坐以待毙！颜兮兮，你给我等着！秦川到底吃错了什么药了呀？他不是最讲规矩、最讲公平吗？怎么这次这么偏袒我？这说明王爷宠您啊，不惧世俗规则，独宠心上人，真甜。甜个头啊！什么都可只会害了你。秦川到底为什么不肯休我呢？不行，我绝对不能坐以待毙，必须往更大里闹。还闹啊？颜兮兮，哟，好姐妹，你来啦！在这个王府里惹了我，可不会有什么好下场。你不是很能打吗？今天我特意叫了2位高手，不打断你的双手双脚，姑奶奶以后跟你姓。等等，你已经过得很苦了，改姓就不必了。出来吧。你想干什么？不想干什么，我只想回家。你想回家，我也没拦着你啊。动手！你们想干什么？你们干嘛？别动你要为妾身做主啊！颜兮兮他派打手把妾身打成了这样，简直就是丧心病狂，心软太甚呐！王妃，你可有什么要解释的？没什么好解释的，是我打的，我就是极度作祟，看不惯别人勾搭我男人，改不了了。王爷，你看他，今天你一定要把他休了，赶出王府。在这个王府，有我没他，有他没我。对，就是这个状态。这下金川总该休了我吧？既然如此，我也就知道了。骄横跋扈，仗势欺人，屡屡犯错不知悔改，这王府怕是容不下你了。来人，在把郝倾城给拖下去，逐出王府。谢谢王爷。王爷开恩呐！王爷，这不对吧？明明犯七出之条的是我，该休也要休我啊！王妃太过善良了，这郝倾城屡次与你作对，不知悔改变本加厉，本王岂有容他之理？可是，你是本王的正妃，也是本王心尖上的人，谁要是与你作对，就是本王的敌人。哎呀，你到底吃错什么药啊？小姐，您又干嘛呢？这一招不好使，换下一招。啊？有道是妻子身患重病，给夫家造成诸多不便，按照七出之条也可休妻。秦川，这一下我看你还扛不扛得住？王爷，王妃为了嫁给您，不惜去求圣旨，现在却又百般闹着要被休，到底是什么用意啊？本王从他的心声里听到，他是收到了原剧情给他的任务，
但具体是什么目的，我也百思不得其解。不过，敌人想做的，我们就反其道而行之，总不会出问题。再说，府里面有很多那些侧妃，都是他们安插进来的耳目。本王趁此机会，正好把人给清理出去，这不是合情合理吗？王爷英明。这个颜兮兮，本王倒是要看看，你还能玩出什么手段来。哼！听说这郝倾城和颜兮兮争风吃醋，被王爷赶出府去了。是，不知道为什么王爷对那姓颜的袒护的有些过分。留这样一个人在府里，对我来说威胁极大，必须赶紧想办法把他给我除掉。主子，好消息，颜兮兮染上恶疾。当真？小的亲眼所见，那颜兮兮脸上长满了红疹。身患恶疾，按理来说是要被休妻的，当真是天助我也。走，叫上王爷，咱们看戏去。小姐，咱们好好过日子不行吗？您这一出又一出的，图什么呀？你不懂，你以为这是我的黑历史吗？其实是我的回家路。怎么样？吓死人了！吓人就对了。王爷到！爱妃，怎么了？大夫说是麻风，基本上就没法治了。王爷，妾身虽然真的很想陪你白头到老，但也不愿成为你的负担，我就只能陪你到这儿了。还请您立刻把我休了吧。王爷，七叔可有恶疾之条，姐姐病得这么重，你要尽快做决断呀。麻风可是传染病，我费这么大力气装病，这下看晴川还有什么理由不休了。爱妃对本王情根深重，本王怎能在你危难时弃你而不顾啊？啊，麻风你都不怕吗？区麻风算得了什么？赵铁，熬药。此配方可是宫内御医所调，里面有13种珍贵的药材，专门治麻风。不过这缺点就是有一点点苦。来，本王喂你。来，再喝一口。王爷，不用了吧？我觉得我好很多。哎，不行，听话，把药都喝了才能好起来。今天得把这个药一滴不剩的喝完。谢谢王爷。从今天开始，一日3次，每次8碗，由本王亲自监督。爱妃的病一日不好，这汤药就一日不能停。是啊。爱妃放心，我们的好日子还在后面呢。王爷，你看我好了，生龙活虎的，不用再喝了。还在逞强？你看看你，身上红疹尽在，说明正极未愈。没有的，王爷，我没有，还得喝。王爷，我真好了，我真的好了，我真的。张嘴。这才对嘛。王爷到！王爷，你看我这次身上的红疹没了，
真的好了。这红疹虽去，却是浑身通红呀！这是毒素扩散，渗入心脉之象啊！哎，爱妃这身体是愈发不好了。赵铁，再去熬药，这次用5倍药量。得嘞！不要啊！小姐，这儿还有1碗，你喝不喝？再喝，小命都要没了。姓秦的真是太歹毒了。不过，他是什么时候把我的计谋识破？这严西西到底凭什么？身患恶疾，王爷不仅没有把他赶出府，竟然还对他加倍恩宠，甚至还亲手给他喂药，真是气死我了！这姓严的真是玩的一手好心机，明知道王爷单纯仁厚，装作为王爷着想，主动提议被休，这样反倒让王爷感动，这是以退为进呢。行了，还有什么好方法？既然王爷喜欢这样，要不你也试试？他严西西可以，凭什么沈碧茶不行？哼，试试就试试。来，喝药。王爷，我错了，是庸医误诊，我真没病。不行，必须要喝完。张嘴，赶紧喝。我不喝，不喝。喝掉。我不喝。王爷，什么事？妾身一时不慎，不幸染了重疾，甚至比姐姐的还要严重。不信你看啊！但是王爷放心，妾身对你的情谊不比姐姐对你的少。妾身自知犯下了7出恶疾之条，不愿拖累王爷，还请王爷忍痛决断，将妾身休了吧。这不纯抄袭吗？你要是能成功，那我不成笑话了。碧茶一番心意，本王着实感动。好，既然如此，就随了你的愿。赵铁，准备笔墨，本王要赐一封休书，送碧茶出府。是。啊！王爷，我错了，我骗你的，我没有病。你们放开我！我有病，让我一个，让我一个！你们放开我！累了，毁灭吧，都毁灭吧！小姐，我看王爷对您是发自真心，您装作生病，他都对你不离不弃的，你应该好好珍惜才是啊！珍惜个头啊！我要离婚，我要回家！这7出之条也不好使啊，没把我送走，还除掉2个竞争对手。任务时间不多了，再完不成任务，我就要被雷劈死了。被雷劈？不行，得出杀招了。杀招？直接洞房！什么？洞房？对啊，老话说得好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妾身和王爷成了亲，拜了堂，却迟迟没有洞房。将来生不出孩子哦，按照7出之条也是要被休妻的。妾身为了与王爷长相厮守，恳请王爷怜爱，立刻洞房。在我的书里，秦川是个守身如玉、不近女色的人。不管他因为什么原因不肯休了我，但只要我强逼他洞房，他肯定受不了。到时候就可以以无法生育后代的理由逼他休我了。不好，本王竟然又听不到他的心声了。王爷，你干嘛呢？啊，这个，王妃最近大病初愈，此事不必太急。急，在线的特别急。妾身一片真心对王爷，就是想要把一切都给王爷。
王爷口口声声说独宠我，不会都是骗我的吧？自然不是。不过，最近本王身体虚乏，洞房之事奴后在意了啊。体虚也没关系，补就好啦。妾身已经为王爷准备好一切了，薰儿上药。这是妾身为王爷亲手熬制的补药，用了36味大补药材，死人都能补活来。唯一的缺点就是有点苦，王爷您尝尝。好。王爷，良药虽苦，可都是妾身的一片心意，您不会嫌弃妾身吧？怎么会啊？甜，真甜。甜就对了。今后1日3餐加点心夜宵，每天5次，一次10碗，王爷的身子就包在我身上了。走，薰儿熬药去。你，王爷，王妃之前想方设法要和李医师怎么的，突然要催着您要洞房啊？本王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意思。您又没听到他的心声？我又听不到了。那现在怎么办？你这慢慢想办法吧。哼，不就是喝点药吗？本王还扛得住。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风水轮流转，这次换我来报仇啦。等你熬不住的时候，看你羞不羞气。大郎该喝药了。王爷好。哎呀，你看看我，本王真是手脚笨拙，浪费了爱妃的一片好意。这汤药都已经洒了，今日这药就不喝了吧？王爷不用自责，小事儿。薰儿，上药。王爷放心，随便撒，不要管够。这个颜兮兮，手段还真是毒辣。王爷还有1碗呢，喝不喝？喝！哎，我再喝我命就没了。不行，不能就这么坐以待毙。可是您都听不到王妃的心声了，该想什么办法应对啊？本王自有办法，再次听到他的心声。王爷，今日份的大补药到啦，趁热喝吧。王爷，你这是……王妃每日辛辛苦苦给本王熬药，还真是用心良苦啊。那是，妾身为了跟王爷洞房，简直心急如焚，如饥似渴。
如饥似渴，是吗？你干嘛？耍流氓啊你！怎么回事？秦川怎么突然亲我？难道他看破了我以上床为手段，实际上还是想逼他休妻的目的？原来是以退为进，还是想让本王休妻？他竟然还对着我笑，难道这秦川看上我了？不可能啊！原剧情里写的他虽然纳了很多侍妾侧妃，但都是为了与各方势力虚有为夷。他的内心可是真爱至上的。不行不行，我不能怂，必须坚持到底。既然王爷都主动牵我了，就证明不要生效了。咱们立刻洞房吧。好啊，来人，传令下去，今晚洞房。真洞房啊？真洞房。爱妃娇艳如花，本王也颇想细细把玩。本王堂堂大男人，上床这种事，不信斗不过。哼！小姐，您都这么折腾了，王爷还想跟您洞房，看来对您是真爱啊！等您洞房后，生个一男半女，您的地位就彻底稳固了。还生个一男半女，七日之期明天就到了，再完不成任务，我就要变成电烤鳗鱼了。鳗鱼？您最近说话总是奇奇怪怪的，奴婢听不懂，但奴婢知道，王爷心里肯定有您。他心里有我，10000都不可能。都知道王爷不近女色，他都要跟您洞房了，怎么会心里没您呢？对呀。连洞房他都敢答应，姓秦的，你到底在玩什么把戏？我明白了，他一定是想以退为进，把我吓跑，我再也不用纠缠他了。哼，姓秦的，你是我写出来的，我就不信斗不过你。哼。唉，爱妃如饥似渴，到如今才洞房，实在是本王的罪过。没关系，只要是王爷，等多久我都愿意的。男人，今晚看你还怎么冲！女人，本王今晚一定要好好教训你。王爷，不如我们先喝一杯交杯酒。请。哎，王爷，洞房而已，喝这么急，难道是要借酒壮胆？美人当前，胜过琼浆玉液。爱妃在此，何须靠酒啊？本王不过是搂个腰，爱妃这就紧张了。紧张？笑话，谁会紧张啊？那按照流程，下一步就要脱衣服了。脱衣服？爱妃不敢啊。脱就脱，我有什么不敢的？好啊，这本王还没脱呢。爱妃难道是抵触本王触碰身体？不抵触，王爷随便碰，欢迎支持。不过不能只有我一个人脱，你也得脱。公平，来。哎，王爷也发抖，对我抗拒？不是，不过是爱妃下手太猛，夹到肉了。不好意思。还脱不脱？脱，一起脱。来啊。爱妃身姿窈窕，令人心动，本王都快移不开眼了。王爷也不赖啊，穿衣显瘦，脱衣有肉，妾身真是有福了。那接下来
接下来就要正式的流程了。爱妃，你现在要是后悔的话，还来得及。谁后悔了？我都准备好了，王爷请赐教。你好，那本王可要开始来吻你了。来呀，妾身已经迫不及待了。他怎么还在靠近？这家伙难道来真的？这女人怎么还不认输？我妆花了，我先去补个妆。正好本王有些口渴，本王去喝口水。小姐，没事吧？不行了，现今晚真的呀，扛不住，真的扛不住了。小姐，您不能退缩啊，这一退不就前功尽弃了吗？箭在弦上，不能不发呀。可是眼看就要到最后一步了，没什么可试的，发。这女人，她还真是意志坚定。本王将她逼到这份上了，她竟然还是不退。哎呀，王爷，坚持住啊！王妃现在已是色厉内荏、强弩之末了，您再加把劲儿，保证杀她个片甲不留。可是马上就到最后一步了，没什么可试的，王爷，片甲不留。好，片甲不留。王爷怎么才回来？不会是后悔了吧？爱妃真是说笑了，有美人在榻，本王岂会错过？爱妃真的准备好了吗？再做下去，可就没有回头路了。当然，这才哪到哪。我们继续。你来真的啊？本王可是说到做到。怎么，爱妃怕了？谁怕了？我刚才只是没准备好。怎么会这样？原剧情写的明明白白，秦川不可能对我有兴趣啊！原剧情，就算你再神秘，我也一定要找到你，打败你。我突然想起来，我今天大姨妈来了。洞房下次再约。跟我斗，你还差了点。与秦川断绝婚姻关系失败，你即将遭受1分钟的雷击惩罚。雷击1分钟会死人的，再商量商量好吗？本出关一向秉公执法，没得商量，面对疾风吧！王妃，你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秦川，我和你势不两立。王爷，王爷，你在笑？你竟然在笑！你不会是爱上王妃了吧？我不是，我没有，别瞎说。
可你真的在笑？我跟你讲，属下这辈子没见你这么笑过，你肯定是吹心动了。行了，赶紧说正事。本王让你查的王妃脑海中的稀奇事物，查的怎么样了？哦，查到了。这是什么？手鸡啊，鸡的爪等于人的手，鸡手，手鸡。这个呢？歪倒的饭，歪饭。本王听王妃的心声中，总是手鸡歪饭在一起说，这两个加在一起到底有什么特殊含义？啃手鸡，吃歪饭，我试过了，这两个一块吃，绝对爽歪歪。那这又是何物啊？雪糕，早上端来时候的雪，这么高，天热了，都化了。这些事物真是让人难以理解。对了，原剧情的线索查得怎么样了？属下无能，这个原剧情属下用尽了办法，却一点痕迹也查不到。此人深不可测，他不仅对本王的性格了如指掌，还对王妃唯命是从。难查是正常的，但是绝对不可以放弃，继续加派人手，挖地3尺，要把他找出来。是。还有这个也是从王妃的心声中听到了心事，连着一起查查。这个海地牢是什么？顾名思义，海地牢应该就是建在海边的秘密牢房。哦，这个卫生巾我知道，回头找大夫问问，肯定会有线索的。这凶兆是？凶兆自然是找算命的打听了。哦，那这大姨妈必是他家亲戚。王爷英明。爱妃，皇上有口谕，说要在3日之后设宴，考教皇子们的诗词。你也准备准备，到时候会和我们一起去。没兴趣，不去。你平时不是最爱热闹吗？怎么这次不去了？不去就是不去，听不懂人话。王妃这是怎么了？怎么今天发这么大火？王妃前2天被雷劈了，说是都怪您呢。她被雷劈了，关我什么事啊？算了，不跟女人计较，本王还是给你找个御医过来看一看，别给你劈出内伤了。走了。第3个任务出发，任务内容：阻止秦川得头筹。皇宫诗会中，皇帝判定的诗词最佳之人不是秦川，则任务完成，得回城碎片1块。原来到皇宫诗会的剧情了。这段剧情里，秦川呕心沥血写出了好诗，却被表面是他的近视，实际却是二皇子卧底的小丁偷了诗稿。结果诗会上，二皇子抢先念了秦川的诗，让秦川无诗可念，最后二皇子拔得头筹。我只要配合好小丁，任务肯定就能手到擒来。这次若是任务还失败，你将遭受3分钟的累积惩罚，你好自为之吧。哎，王爷，太医就不必了，但是那个皇宫诗会，妾身挺感兴趣的。你刚刚不是还说你不去吗？那是妾身不懂事，王爷厚爱，岂能辜负？去，一定要去。哦，那行，那你也准备准备，3日后一起进宫。这是厨房刚做好的莱阳贡梨汤，请王妃享用。咱们府上叫小丁的是哪一个？小的就是小丁。你就是小丁，快把汤放下，这个事儿怎么能让你来做呢？伺候王妃本就是小的该做的呀。不，把王爷伺候好才是你该做的，别的都别做，快点去王爷身边伺候。可王爷吩咐也要把王妃伺候好。
王妃的事都是小事，王爷的事才是大事。他最近为了写诗劳心劳神，本王妃日夜担忧。你就好好待在王爷身边伺候，别的什么都不要做，明白了吗？王妃心疼王爷，令人感动，小的谨遵吩咐。客气客气，任务的完成就靠你了。那还有叶子。哎，好。小丁，好，你在这儿干嘛呢？回王妃，小的在指挥他们打扫卫生啊。不是说了吗？这些事都不用做，照顾王爷才是你最重要的任务。照顾王爷？对，贴身照顾，懂吗？小的遵命。小丁加油！我该不会是暴露了吧？不行，得跟二皇子传讯汇报一下。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我这鸽子是干什么的？这是……最近王爷做事辛苦，我让小丁好好照顾。这鸽子是买来给王爷补身子用的。是，这是给王爷补身子的。好。记住啦，贴身照顾啊！是。还好有王妃解围，是我多心了。王爷，诗写的怎么样了？目前已有几首初稿，但还需斟酌啊。哎，你那儿查的怎么样了？属下无能，还是毫无线索。属下找了许多大夫和算命先生，还是没了解到卫生巾和胸罩的有用信息。王妃家里我也仔细盘查了，根本没有大姨妈这个亲戚啊。这原剧情当真是神秘莫测啊。王妃那边最近有什么动静啊？王妃最近除了对小丁的关注多了一些，其他的并无异常。小丁？关注他干什么？属下了解过，王妃是体恤王爷辛苦，让小丁尽心照顾。王妃还是关心王爷的。秦川，你在这儿干嘛呢？该不会诗还没做出来吧？你最近好像很关心本王写诗的事啊。瞧你这话说的，咱们是夫妻嘛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皇宫诗会，你的诗拔得头筹，我也跟着有面不是？哎，马上就要进宫了，你再不赶紧写出来，小丁都没有时间偷你的诗稿，交给二皇子了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作诗需要意境是不是？这个院子看起来是比书房有意境，那我不打扰你啦，你慢慢做，慢慢做，加油，加油！王爷，您是不是又从王妃的心声里听到什么秘密了？本王从他的心声中听到，这个小丁，他竟然要偷我的诗稿交给二皇子。什么？这个小丁竟然背叛王爷，属下这就将他抓起来。哎，不急，咱们呀，就放长线钓大鱼。王爷，诗做出来了吗？上天不负有心人啊！今日，本王终于做出了一次满意之作。恭喜王爷，贺喜王爷！明日宫中诗会，王爷必拔得头筹。本王出去透透气，你帮我把这些诗稿收起来。是。
少天，他怎么也在看着小店啊？难道说是刚被偷成？不行，我还得再确认一下。哎，不对呀，当初写这段的时候，秦川的3首诗都是我在网上查的，不是这3首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最近秦川确实有点反常，最近发生的事情好像一件又一件的都在朝着有利于他的方向发展。他这个虐文男主怎么突然就变成爽文男主了呢？不行，我不能再坐以待毙了。这一次任务再完不成，我可直接就被电熟了。哎，幸好这3首诗我都背过，只要把它重新换过来不就好了？秦川呀，秦川，你可是我写出来的，翻不出我的手掌心。今日考教诗词，拔得头筹者将带朕接待北庆使团。如今正值春日，第一场便以春为题，月儿，你先来。儿臣领旨。春风多可太忙生，长共花边柳外行。雨燕作泥蜂酿蜜，才吹小雨又须晴。好诗啊！皇上，二殿下此诗写春似写人，格调清新，体悟入微，实乃佳作呀！四弟，本王这诗你看如何？这怎么可能？想不到吧？你有张良计，我有过墙梯。要不是我出马，二皇子就掉进你的坑里了。淡定淡定，秦川不可能知道是我把他的好诗给了二皇子的。完不成任务，我小命不保，只好委屈一下你喽。川儿，轮到你了。可惜我不能参加诗词 PK， 不然身为穿越者，随便来一首就能惊掉你们的下巴。鹰帘鸡翅映苍苔，小扣柴扉久不开。春色满园关不住，一枝红杏出墙来。你又看我。鹰帘鸡翅映苍苔，小扣柴扉久不开。春色满园关不住，一枝红杏出墙来。什么情况？他竟然做出了有缘不迟。四殿下此诗用词精妙，情感交融，初看像是有缘所感，细想却蕴含着深刻道理，意境远超二殿下，妙绝呀！皇上，真没想到川儿的诗词造诣竟高到如此地步。本王好好看吗？自恋，你以为谁爱看你啊？大凤国是架空的，没有唐宋元明清。难道秦川这么厉害，做出了一模一样的名诗，有缘不迟？赏春不可不赏月，这第二首便以月为题，开始吧。秋宵月色胜春宵，万里天涯竞寂寥。近来树叶飞霜重，只为婆娑树叶凋。此诗起伏有致，
委婉曲折，颇为不错。月儿，最近进步很大呀，多谢父皇。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古往今来写月的诗，谁敢说能超过这首《静夜思》的？我看你这次能做出什么花来。川儿，你的呢？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他竟然真的做出了《静夜思》。情景相衬，望月思乡，遣词清新朴素，却又回味悠长。四殿下，乃奇才也。此诗确实非凡，立刻传朝天下，供读书人赏析。谢父皇。看来本王确实好看。不科学，不科学啊！第3首以送别为题，开始吧。送别诗，我最喜欢别董大了。千里黄云白日曛，北风吹雁雪纷纷。莫愁前路无知己，天下谁人不识君。秦川要是还能做出一样的，我把脑袋给他当球踢。哼！千里黄云白日曛，北风吹雁雪纷纷。莫愁前路无知己，天下谁人不识君。好诗啊，皇上！此诗情感浓郁，意境非凡，稀世佳作。四殿下3首诗作皆为上上佳品，必然传遍天下。此乃大奉之福，皇上之福啊！完了完了，头丑一定是他的了，任务失败，小命难保了。好，川儿诗才绝艳，实乃我皇室子孙之表率。说吧，想要什么赏赐，尽管开口，朕定当满足你。父皇，儿臣不要赏赐，只是有一事斗胆相求。你说。儿臣听闻北庆国此番进京，是我国要与北庆议和。我国与北庆作战虽有挫折，可是精锐仍在。此时割地纳贡议和，绝非良策。请父皇驱逐北庆使团，停止议和。今日只论诗词，不论朝政，你先退下吧。父皇，北庆国外强中干，开战定能获胜。割地赔款，无异于以身饲虎啊！别说了，此事容后再议。大胆秦川，你这是公然抗旨，藐视皇上。满朝文武大多议和为主，难道众人皆醉你独享？退下。父皇，儿臣可退，北县的将士不可退，大封的百姓不可退，还请三思啊！父皇。最近剧情虽然变了，但是秦川的品性丝毫没变，不谋私利，只为江山社稷，确实是个了不起的人。不过我也要被你害死了呀！父皇，老四如此矫枉，必须严惩。来人，给朕把他拖下去。等一下！来人，给朕把他拖下去。等一下！西西，你这是何意？是要替你父君求情吗？你来做什么？快退下去！皇上，今日虽然是考教诸位皇子，但晨曦也做了2首诗，斗胆请皇上品评。好，你且坐来，让朕听听。春花秋月何时了？
往事知多少？小楼昨夜又东风，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。好词寥寥数句，满腔悲情跃于纸上，浑然天成啊！西西，朕听这词里诉的可是故国伤怀之情，你何来这般感慨？晨曦曾看过一本闲书，书中有一个名为南唐的小国，国君酷爱诗文，讨厌战争，每当强敌来犯时，便用割地换取和平。但是敌国君主却说，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，于是将南唐灭国。灭国后，很多投降的大臣仍然可以在敌国做官，但国主却沦为阶下囚，怀着对故国的忧思愁虑，郁郁而终。雕栏玉砌应犹在，只是朱颜改。问君能有几多愁？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。父皇，颜西西这分明意图映射。问君能有几多愁？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。愁绪悠长深远，又似潮水汹涌奔腾，堪称千古绝句。凭此一句，王妃便可跻身当世词宗。想不到你竟有如此文采，你的诗词与故事饱含深意，确实令人警醒。皇上英明神武，与书中的南唐国主自然不同。我大奉国军容鼎盛，兵强马壮，将士一心杀敌，报效君主，战役气魄可冲霄汉。皇上，晨曦也曾斗胆为大奉将士写过一首诗。哦，你念。青海长云暗雪山，孤城遥望玉门关。黄沙百战穿金甲，不破北庆终不还。好诗，好一番报国情怀。有此强兵悍将，实乃我大奉之福，皇上之福啊！我大奉将士都是好样的。区区诗作，难输我大奉将士姿容之万一。皇上，以斗争求和平，则和平存；以妥协求和平，则和平亡。北线战事由皇上一言而决，一决而定。晨曦在此，欲先为皇上贺。好一句！以斗争求和平，则和平存；以妥协求和平，则和平亡。议和，就此作罢。我大奉国与北庆国沙场上见真章。皇上英明。皇上，此次赛诗大会，谁是头筹？川儿的3首诗，首首都是佳作。西西身为女子，却有此等文采与胸怀，确实令人感叹。川儿，朕的意思，头筹就定给西西了。儿臣心悦诚服。穿越者，穿越者。王爷，王妃的几首诗现在已经风靡全京城了。哦，字字珠玑，读之令人口齿生香。爱妃这才华，真是让本王此生都难以望其项背啊！看不上人家的时候都叫那个女人，现在人家才华动京城了，就叫爱妃。哎，王爷，这又是在王妃的心声中听到的奇怪词语？这些词一个比一个古怪，实在难懂。不过这穿越者，哦，王爷的名字里正好有个川字，
显然是星月王爷的意思。你是这么想的？当然，你惹怒皇上的时候，王妃不顾自身安危为您求情，在京中已经传为佳话了。王妃对你的感情啊，真是用情至深呢。本王也确实感动。属下唯一不解的是，王妃明明爱着你，却为何屡次参与针对王爷的阴谋呢？还不是因为被袁巨情所胁迫。本王从他的心声中听到，他甚至会威胁王妃的生死。如此厉害，袁巨情究竟是谁呢？不管他是谁，本王的女人绝不能容他人所胁迫。任务完成，奖励回城碎片1块。啊，风头也出了，任务也完成了。袁西西啊，袁西西，你真是个天才。虽然我给秦川的人设是有文采，但也没把他写成李白、杜甫哦。那这首诗他是从哪儿学来的？这种奇怪的事还不是第一次发生了。你老实说，最近发生的剧情都和我写的小说不一样了，是不是你在捣鬼？并不是，这个世界在正常运转，只不过因为你的穿越导致了一些意外变化发生。因为我？当然，但这并不重要，你只要不主动违反剧情就可以啦。剧情？王爷还在研究呢。这袁巨情神秘莫测，王妃为了本王多次违抗他的命令，本王担心他会遭到报复。王妃为了王爷做了这么多牺牲，他的心肯定在你这儿。属下觉得，只要您对王妃表明态度，让她知道你的心意，或许王妃愿意主动说出袁巨情的秘密呢。在我小说里，秦川一直是个倒霉蛋，但他现在一路顺风顺水，为什么我倒霉了？书官说是因为我的出现导致的变化，难道是因为我和他凑太近，他的倒霉体质传染给我了？这是何物？星座图。星座图？何为星座图？换句你能听得懂的话来说，就是测吉凶。哦，结果呢？大凶，水逆。无妨，既然你已经嫁给了本王，那么一应风雨自有本王为你挡下。无论有什么话，你都可以跟本王说。啊？本王这个人啊，向来都是一诺千金，金口玉言。但说无妨。你在说什么呢？听到本王说这些，你难道都不想说点什么吗？或者说心里有没有想法？想法啊？有啊。什么？我想你离我远一点，越远越好。你，王爷，怎么样了？本王又听不到他的心声了。王爱您刚刚那番话，王妃听了那定然是感动万分的。虽然说他嘴上不承认，但他心里呢肯定是万千丝血。您只要再亲王妃一次，听取心声，那袁巨情的线索自然就水落石出了。我要亲他的话，我总得找个理由吧。那你前2天不刚刚强吻他一次吗？我那是被逼无奈，一时失态，要不然以本王的为人，怎可能做出那种流氓的行为？属下有个方法，把王妃灌醉，你想怎么亲就怎么亲。
你这也不是什么君子所为。昨日在宫内，多亏了爱妃出手相助，今晚特地准备了这桌酒菜，以表感谢。来，本王敬你一杯。这家伙突然转性，肯定不怀好意，我得小心点。不过刚好也打听打听他那几首诗到底是从哪儿来的。昨日王妃的那一句“一江春水向东流”，堪称千古名句，文采斐然，本王实在是佩服。也就那样吧。对了，你昨天做的那几首诗也不错啊，怎么想的？啊，不过是运气而已，这真不值一提。我去，李白到你这儿不值一提了，你咋不上天呢？谦虚了，你昨天那几首诗句，连赵太傅听了都自愧不如，你随随便便就想出来啦？王妃的一江春水，不也是平时读闲书灵感而发的吗？来，再喝一杯。劝酒这么勤，难道是想帮我灌醉了套话？除了诗才词赋，昨天爱妃给父皇的那番谏言，更是字字珠玑，句句发人深省，让本王引为知己，恨不得拍案叫绝。来，再喝一杯。来。不行了不行了，我酒量差，不能再喝了。爱妃这就谦虚了，能写出“不破北境终不还”这样大气磅礴的诗句，酒量岂会差？对了，本王有件事想问一下。果然要套话，我看看你要打听什么东西。你问。这些年，爱妃身边有没有什么人与你为难，给你造成极大的困扰，还苦于无法摆脱的？此处只有你我二人，爱妃不必有所顾虑，尽管跟我说。这个有啊，大姨妈呗。大姨妈每次来，限制都多得要死，不能吃凉，不能喝酒，难受的要死。大姨妈？大姨妈？哎，爱妃，爱妃，来喝，继续喝，别扶我，没喝多，继续喝。小样，一无所获了吧？跟我玩花样，你还嫩着呢。不对，他怎么还不走？怎么好像越靠越近了？什么情况？他刚刚居然偷偷亲我！这原剧情找不到线索也就算了，这大姨妈也找不到踪迹吗？王爷，属下查了无数次了，王妃家里真没这个亲戚啊！怎么可能呢？按照王妃的逻辑，此人极有可能是与原剧情联手的，还经常折磨王妃。再查，务必把这个人给揪出来。王爷，属下真的脑袋都要查破了。您现在能力回来了，要不您再去王妃那儿打探打探试查？走。没道理啊！
我小说里秦川都快把颜希希嫌弃成什么样了，怎么会主动亲我呢？这是什么离谱的展开啊？难道他是发现我装醉，故意报复我？也不对呀，哪有这么报复人的？小姐，昨晚王爷和您……别瞎说，我们什么都没有。没有什么。王妃昨晚喝醉了，今天身体怎么样？还好。不行，不能让他知道我昨晚装醉，要不然太尴尬了。哎，杏儿，你不是说还有事吗？啊？什么事儿啊？就是那个事儿啊。走。哎，王爷，王妃这是……她昨晚竟是装醉呀！啊？那您昨晚偷亲的，他岂不是全都知道了？可他竟然完全没有生气，这是个好兆头啊！王爷，您不如趁热打铁，再主动些。王妃感受到您的心意，她就绝对不会再有任何顾虑隐瞒了。成婚之前，他总是催着本王要陪他去舒元芳的夜市灯会，不如今日就满足他这个愿望。王爷英明。没有什么。不行，颜希希，你冷静一点。你可是要回家的人，还有任务要做呢。可是这家伙长得确实不错，他老这么撩我，我也扛不住啊。不行，我得提醒提醒他。王妃呢？王妃出去了，她让我把这个给你。自重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王爷，这后面还有3个特殊符号呢。一竖一圆点，还是3个，这又是何意啊？舒元，舒元芳，王妃这是在跟您确定约会地点啊！王妃对本王果然长情，这么久了，还是对舒元芳念念不忘啊。殿下，晋王秦川前来告，大凤拒绝议和，北县主战到底，我等此行恐难有收获呀。这大凤工匠的技艺确实高超，所造铜镜真是将本宫的绝色姿容映照得纤毫毕现。殿下，听见了，我北庆在大凤京中的密谍司也已来报，大凤将调派10万大军增援北县，主将人选就是秦川。这秦川据说是文武双全，若是由他带兵增援，对我北庆大为不利呀。的确是个麻烦，不过若是在大军开拔前，他却与北庆女子私通，传出去，你说这领兵主将之位还落得到他身上吗？您是说美人计？哎，果然没有了秦川的纠缠，连空气都清新很多嘛。看我这先回去了啊！好漂亮的花灯，娘子美呀！姑娘看看，这个王爷你看，王妃这般左顾右盼，分明就是在盼着您出现。好嘞，走，跟上去。这个。
姑娘，你没事吧？对不起，是我不小心。你先起来。这几个都是好。怎么了？妾身已经道歉了，姐姐为何还要推我？我没推他。第4个任务出发，任务要求配合北沁公主完成捉奸在床剧情，让北沁公主与秦川同处一室并捉奸成功。北沁公主，原来她就是上官如玉，在原剧情里那可是个顶级绿茶，为了败坏秦川的名声，通过碰瓷颜兮兮接近秦川，最后设计两人共处一室，再书信给颜兮兮捉奸在床，好心机呀！再完成一个任务，你就可以回家了，加油吧！原剧情就是让你这北沁公主来坑我，然后顺势搭上秦川，最后通过捉奸的事闹到满城皆知，让秦川失去领兵主将的资格。既然是任务，那我就陪你演呗。对，是我撞的，怎么了？不服气啊？我告诉你，我可是王妃，我夫君可是王爷。民女柳如玉见过王爷、王妃，刚刚确实是民女不识大体，碍着王妃走路了。王妃姐姐莫要生气，不过王妃姐姐生气也是情有可原的，王爷切莫要责怪她。这茶味太正了，快趁我发火呀！好，既然如此，你也已经道过歉了，我们就不再追究了。走。这就走啦？你不是最讨厌嚣张跋扈的人吗？这么多人看着的，你这个时候走，会不会有失你王爷的体面啊？本王认为，照顾妻子是夫君的责任。走吧。等一下，我刚刚仔细想了想，这件事确实是我的问题。这胭脂盒都碎了，前面正好有家胭脂铺，柳姑娘，我带你再去买一个吧。走吧。王爷，什么情况？这个女人是北沁的公主。啊？不是，柳姑娘别客气，看中哪款尽管挑，选中了正好我们可以比一比，看看谁化的妆更美啊！姐姐容貌双全，妾身蒲柳之姿，岂敢与姐姐争艳？哎，此言差矣，比过之后才知道啊。自古男人难过美人关，颜兮兮既然要比试，那我正好趁机展现美貌，吸引秦川注意。这回必须让你赢得明明白白的，老娘豁出去了！妾身愚笨，连这胭脂粉黛也抹不匀，让王爷见笑了。我也好了，怎么样，好看吗？请殿下评判。柳姑娘的妆淡雅清新，显得气质更为出神。不过，王妃的妆容天真稚气，浪漫可爱，本王认为却比柳姑娘更胜一筹。来，柳姑娘，我们来比试这个。妾身不像姐姐，出身将门，我平日只知抚琴弄弦，这般武夫蛮力之事，确实是难与姐姐相比呢。太差了，顶级龙井啊！茶道这种娇滴滴的类型，哪个男人不喜欢？我大凤以武立国，尚武之风融于血骨。如今北境来犯，若是所有的女人都能像王妃一样有倾国之气，那才真正的让人称赞。殿下所言甚是，妾身也正想学习一二，不如您教教我。本王是有妻室之人，我来教王妃吧。
我就不用了吧。记住，屏气凝神，持弓虚稳，下盘有正。哎，好剑法！柳姑娘，要不我来教你？赵铁的剑法可是比本王要强，怎么，柳姑娘不愿意学了？妾身自知没有天赋，还是不麻烦了。有殿下您这样的夫君护佑在旁，遮风挡雨，也难怪姐姐活得如此潇洒自在，一点不通世事呢。只是妾身却有些心疼殿下，便是为了姐姐负重前行，付出了很多。夫妻二人必须要相互扶持，融为一体。你只见到我教王妃射箭，我照顾王妃，却没有见过她在大殿上慷慨陈词，貌似相护。如果这么说的话，我欠王妃的更多才是。对了，本王还没问你，年方几何呀？妾身今年22岁。哦，那这么说来，倒是挺老的。你叫王妃姐姐，不合适。可恶！本宫这般绝色姿容，主动委身相迎，那秦川就像石头做的，无动于衷，气死我了！秦川简直有毒，我真服了这个老六了，完全不按剧情走。人家这么大一美女贴你跟前，你老围着我打转做什么？倒是那颜兮兮，反应表现都在意料之中。几次配合，让本宫险些要以为她是在主动帮忙呢。这北沁公主也是个不靠谱的，说好的顶级绿茶呢？我都这么给你创造机会了，你也不顶用啊！现在看来，之前的策略恐怕难以收效。这样下去任务可完不成了，得换个办法。您是说，这柳如玉就是北沁公主上官如玉？不错，本次北沁使团进京，名册上根本就没有这个名字。她能够这么顺利的进了京，京城内一定有密谍接应，务必盯紧。是。不过一个上官如玉还掀不起这么大的风浪。让本王在意的是，这个北沁公主似乎也受到了原剧情的控制。又是原剧情？想不到这家伙还手眼通天到这个地步了。不过他认为能够以此离间本王和王妃的感情，却不知道本王正好将计就计，借此机会能够让王妃进一步确信本王的心意。王爷今晚这般维护王妃，王妃那肯定是感动万分呐。本王从他的心声里面听着，他说本王有毒，他还说佩服本王是个老六。可本王明明是老四啊！这可能是王妃的家乡话，应该是夸奖王爷忠贞不二。哦，有道理。那如此看来，你在本王心里也是个老六。王爷过奖了，属下不敢当，不敢当，您才是老六。说得好，来，本王赐你一杯茶。谢谢老六。昨日多有失礼，妾身本想登门致歉，没想到姐姐竟会主动相邀。客气什么？我和柳姑娘一见如故嘛。果然是个蠢女人，倒是省了本宫的力气。柳姑娘，我带你去前面看看。好呀。王爷，底细已经都摸清楚了，京中的北沁密谍都已在我们的掌握之中。这原剧情现在有没有什么线索？还是毫无线索。那么好，那就等着这位柳姑娘行动吧。啊？王妃又有什么阴谋？本王从王妃的心声中听到，这个柳姑娘要假装落水，骗本王照顾她，然后王妃再进门大喊捉奸，把事情做实，
那要如何应对啊？本王自有妙计。此处环境合适，只要找个地方，装作被这个蠢女人推下水。这花园清幽雅致，池塘里还有金鱼戏水呢。王爷王妃在此恩爱度日，可真是叫妾身好生羡慕呢。姑娘若是喜欢，以后常来啊。还在这磨磨蹭蹭干什么呢？算了，还得是我来。柳姑娘，你看那边。什么呀？下去了你！下去吧你！柳姑娘，就算鱼儿再可爱，你也不能下水啊！妾身做错了什么？王妃为何要替我入水？我踢的？那一定是刚刚我脚痒了，忍不住想触碰柳姑娘你挺翘的臀部。对不住，你快上来吧，别着凉了。王爷，你快把柳姑娘捞起来，带回房间问问沈爸爸脉啊！我去给你准备个热茶，马上就回来。王爷，任务要我捉奸，那只要让他们两个共处一室，我再闯进屋内，一口咬定他们是奸夫淫妇，不就完了？真机智啊，不愧是我。味道不错，捉奸去了。好啊，你们这对狗！怎么就你一个？秦川人呢？秦川在外面。不是，你这是在干嘛呢？悬丝诊脉。不是，悬丝，你有必要整这么长吗？你听得见脉动吗？男女有别，本王若是和柳姑娘共处一室的话，难免让人误会，还是注意些的好。哎，王妃不是要去送热茶吗？快去吧，以免凉了。这个贼狐狸，平时也没见他多老实，今天倒是整上难得了。不行，这样下去任务可完不成了，必须来硬的了。王妃客气了，其实我可以睡客房的。那哪行呢？我们这关系一见如故的，亲如姐妹，必须睡一个屋。你要睡别的屋，我的计划可怎么办？那我睡这里，王爷睡哪里啊？他睡书房，不管他。时候不早了，我们先上床休息吧。趁着严西西不在，正好去书房勾引一下秦川。王爷，小姐说她身体不适，您快去看看吧。身体不适？怎么回事？人呢？好啊，你们这对狗男女！神呢？王爷，人呢？严西西好算计啊！本宫真是小瞧了他。
昨夜把本宫绑在身边，就是为了看住我。随后又算到我要偷去秦川屋内，他竟又提前一步把秦川喊到自己屋里，害得本宫白白扑空，还得费心道歉解释。殿下，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办？寻常手段哪有收获？那就别怪本宫下狠手了。王爷，有人送来一张字条。终究是按耐不住了，那本王就去会上一会，看看是不是能够查出袁巨情的踪迹。走。是。完了，这样下去任务完不成了。什么猪队友啊！秦川莫名其妙手难得就算了，我都把他骗来屋里了，你上官如玉又跑出去做什么啊？这下恐怕要6分头了。小姐，刚刚门口掉了张字条。我去，这都能翻！好姐妹，果然没看错你。哎，小姐，你去哪儿？捉奸。柳姑娘说有事关乎王妃，现在可以说了。殿下急什么？先试试妾身为您准备的茶水。好。茶已喝完，现在可以说了吧？外界传闻王爷王妃关系冷淡，想不到王爷竟对王妃其实如此关心，真是叫妾身好生羡慕。本王也没有想到，柳姑娘看似娇弱寻常，可却非同一般啊！本王是不是应该叫你上官如玉？你，看来本宫还是低估了你。不过，既然你知道了我的身份，为何还会应约前来？柳姑娘何必揣着明白装糊涂？本王今天过来只为一件事：袁巨情究竟是谁？袁巨情？袁巨情是什么人啊？殿下在说什么东西啊？事到如今，你竟然还在替他隐瞒，看来这个袁巨情的身份竟然在本王的估计之上。但你以为本王会就此罢休是吗？莫名其妙。本宫原先计划不过是想利用颜兮兮，让你名声败坏，难以领兵。不过既然你已经识破了，那就别怪本宫不客气。来人！公主今日要等的人，怕是等不到了。等等，你怎么还能站起来？刚刚茶水里明明……你这下药的本事，跟王妃相比，简直差得太远了。赵铁，动手！是。按照我的剧情，捉奸的桥段就是发生在水榭阁。这兜兜转转，剧情不就又回来了吗？哎，不行，捉奸得有捉奸的气势。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你们这对狗男女竟敢偷奸！哦！哎呀，完了，全完了！说好的美人计呢？这下都变成苦肉计了。北沁公主被抓，这上官如玉后面还有戏份的呀，剧情完全不一样了，我该怎么办呀？书官，出来！这剧情和我写的小说完全不一样了，你确定没有问题吗？只要你不主动改变剧情，就不用担心。请继续专心完成任务吧。你翻来覆去就这句话，我要你有什么用？回去吧你。
不对，这里面肯定有问题，我自己去查。妾身败于殿下之手，心服口服。殿下，堂堂正人君子，难道忍心对我一个弱女子为难吗？两国交战，不分男女，只分敌我。若本王对你还有一分的同情，就是对我大奉将士的10分背叛。你觉得本王会如何选？本宫乃北庆公主，按外交礼节，也不该被这般对待。此次北庆使团进京，使节名册上并没有你上官如玉的名字。既然名不在册，本王不过抓了个嫌犯而已。我密蝶司之人已被你一网打尽，本宫的计划也已被你识破。你还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？袁巨情。我说了，我真的不知道什么袁巨情。不说什么。来人！你想干什么？再不说，就别怪本王对你不客气。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你让我怎么说啊？都行。我真的不知道谁是袁巨情救命啊！不要！这北庆公主虽说是个女人，想不到却如此坚强，连番酷刑都不肯透露袁巨情的线索。他越是这样，越是证明袁巨情身份的重要，连公主都要替他隐瞒。只可惜本王的能力对旁人无效，无法直接听到他心中的秘密。要不还是找王妃再打探打探。袁巨情是谁啊？听着就不像个好人，这怎么那么耳熟呢？袁巨情，袁巨情，袁巨情！王妃今晚做这么一桌菜，辛苦了。嘿，哪里，没有王爷辛苦。要不是你，我还不知道柳如玉居然是北庆的人。此人是北庆的公主，她暗中潜入京城，图谋甚大。不过好在，本王已经把她羁押捉拿，她背后好像还有什么主谋，正在审讯之中。啊，还有主谋？怎么？难道王妃对此有什么想法？没有。不对呀，这段剧情就他上官如玉，没别人了呀。你先。也没什么。对了，王爷，你最近有没有听过什么奇怪的名字？比如说姓袁？没听说过。怎么？难道王妃有什么姓袁的朋友？没有，我也没有。你刚才想说什么？没什么。王妃还有什么想说的？我也没。吃饭。啊，好，吃饭。我说了，我真的不知道谁是袁巨情。你要是认为他和袁茜茜有关，你何不直接问你家王妃？这轮不到你操心。本王再问你最后一次，袁巨情的事，你到底说还是不说？我真的不知道谁是袁巨情。还不说是吧？好。赵铁在。别！我说，袁巨情吗？他是我们北庆密蝶司的人。肯说就行。那本王问你，他是使用什么手段，才能让严西西为你们北庆做事？严西西替我们做事？还敢装傻？对，严西西就是替我们做事。
这个叶西西嘛，他喜好男色，袁绝情就是以此入手，让他心甘情愿为他所用。你也知道，男女之事嘛，只要喜欢上了，为了情郎，自然什么都愿意做。下作至极。这袁巨情生得如何？面如冠月，风度翩翩，一表人才。当然比得下你还是差远了，差远了。本王再问你，大姨妈是谁？啊？大姨妈？他俩没人。那海地牢又是什么地方？他们私下约会之所。济公堡是何物？地形信我。胸罩呢？兄长，你放过我吧，我真的编不出，我真的不知道啊。罢了，有这些就足够了。难道王妃有什么姓袁的朋友？没有，我也没有。叶西西嘛，他喜好男色，袁绝情就是以此入手，让他心甘情愿为他所用。你也知道，男女之事嘛，只要喜欢上了，为了情郎，自然什么都愿意做。没道理呀，他从哪儿听来的袁巨情？难道是我什么时候说漏嘴了？也不对啊，会不会是我想多了？他说的袁巨情不是我想的那个袁巨情。不行，必须问清楚。你看今儿这灯真漂亮啊，是挺好的。我拿一个吧。好嘞。小二，再上酒。好嘞。做好，您放心啊。这个也挺好。好啊。只觉得肉包子。哎，好。你若是真的在意本王，姑娘看看，你做了好几人肉，为何要替他人隐瞒？慢走啊！看来本王真是会错了情。秦川，我去，你干嘛呢？一个人喝这么多？你来做什么？我有事问你。有事问我？你现在想起关心上官如玉了是吗？你害怕本王审出他的身后之人，对不对？身后之人？什么身后之人啊？还在隐瞒？那人生得好看吗？谁啊？想来也是生得极好的，要不然怎么可能让你颜兮兮付出那么多？啊？你别再装了，本王已经全部都知道了。什么约会之所，什么定情信，什么大姨妈做媒。大姨妈？难怪洞房之时你落荒而逃，一开始你就已经想好了，要为他守身如玉啊。你怕他吃醋了是吧？我怕谁吃醋啊？我看你是真喝多了，我怎么一句都听不懂啊？听不懂？好，那本王告诉你，你坐龙望蜀，水性杨花，吃着碗里的，看着锅里的。你什么意思啊？谁水性杨花了？你不要以为你喝多了就可以乱说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？我是谁？你说我是谁？
我是你夫君。那不算，那只是挂名的。你终于说出你的真心话了。那从今日起，你我竞破拆分，一刀两断。行，还是个文化人，都听你的，断就断。断就断。小心！给我上！他们是冲我来的，你快走！那你怎么办？谁上就把公主给我放了！放人休息，有本事冲本王来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走，走啊！这些北境刺客是冲秦川来的，我留下只会拖累人。秦川是小说主角，虽然倒霉，但肯定死不了。可是现在剧情都变了，万一……快闪开！王爷，快走！属下救驾来迟，王爷恕罪。追，一个不留。是，追，是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倒出血了还没事，逞什么能啊？你看我干嘛？我脸上又没有花。你比花好看，本王想一直看。我这样包行不行？你还疼不疼？无妨，就是一点小伤而已。你之前不是说本王只是个挂名的吗？怎么又冒死回来救本王？那一码归一码，我翟先人后见义勇为不行？都到现在了还不承认喜欢我？谁喜欢你了？我才没有。对不起，我是不是弄疼你了？都怪你乱说。我没有乱说。宫内诗会是谁拼死相护？洞房花烛又是谁主动接吻的？那不算，你还趁我喝醉偷亲我。那我偷亲你的时候，你明明是在装睡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心里能藏事，但双眼无法瞒人。如今我满心满眼都是你，那你呢？你是什么心意？原剧情小说作者，原来我只是书中世界的人物，是他笔下创作的角色。真相竟然是这样。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上一个任务失败，现在新一个任务出发。任务目标：刺杀秦川。什么？任务时限24小时，任务完成可集齐回城碎片，返回现实世界。任务失败，你将被彻底抹杀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要回到现实世界，就得完成任务，要完成任务就得杀死秦川。可是他对我这么好，不但救了我的命，
甚至还……如今我满心满眼都是你，那你呢？你是什么心意？可是，如果不杀了他，任务失败，死的就是我了呀！倒计时还剩12个小时，任务时间过半，请抓紧行动。杏儿，王爷现在在哪儿？小姐，王爷在后院饮酒。袁巨情，袁巨情，真是可笑。原来这其实就是一个笑话。王爷，您伤势未愈，喝酒对身体不好。怕什么？反正都是假的，你是假的，连本王这个王爷也是假的，这全世界都是假的。王爷，别喝了，王妃知道会担心的。王妃，或许她对本王的心意也是假的。王爷，您是不是喝醉了？您说的属下听不懂啊。王爷，王妃来了。你来了，有什么？我听说王爷在此喝酒，正好在房中找了一瓶好酒，便即刻送来。没事的，反正你只是我小说里的角色，死了也不是真的。不错，反正本王不过是你笔下创作出的人物，这条命本就是你给的，就算还了给你，又何妨？好，既然是王妃的心意，我就舍命相陪了。不要！不要！我突然想起这酒变质了，不能喝了，我先拿走了。你伤势未愈，也别喝酒了，好好休息。他刚刚明明就要得手了，为何又改变了心意？王爷，王妃这是在关心你啊。他关心我？不止王妃，还有属下，还有整个王府的所有人都关心王爷。王爷刚刚说的什么真假，属下听不懂，但属下知道自己对王爷的忠心是真的。
王妃对王爷的喜欢更是真的。是啊，就算整个世界是假的，但他对本王是真心实意的，这就够了。赵铁，是，谢谢你。不过，本王还是有件事情要你帮忙。不要！严西西，到底该怎么办啊？王妃，王爷有事，请您去一趟。到了吗？干嘛还要我蒙着眼睛啊？赵铁，赵铁，现在可以摘下来了。这是？今日是七夕节，按照我们大凤规定习俗，情侣夫妻每年都会在一起放孔明灯，祈愿永远在一起。我们也要放一个。好。不相忘。好看吗？好看，不过只有一盏，有些孤单。那你再往上看。这么多孔明灯，啊，好美啊！是啊，好美啊！这些都是你布置的吗？是啊，你我二人虽然已是夫妻，但这洞房却屡次未成。你还记不记得，第一次洞房就是在这里？当时你可是指着本王鼻子说对本王不感兴趣，走了之后又要回来，非要和本王洞房。你还好意思说？当初为了和你洞房，我可是连初吻都交出去了。怎么，你是初吻，那本王就不是了？那好吧，扯平了。上一次的交杯酒不作数，今日我们再补一杯。来，你知不知道，本王根本就没有想到能遇到一个敢嘴对嘴给本王下药的人。后来本王还喜欢上了他，喜欢得如此炙热，让人如此难舍。是啊，人与人之间的缘分真的很奇妙，就像画本里的故事，是吗？对，但是比小说更小说。这个是本王祖传的玉佩，玉佩的寓意是，即便死生契阔，终有重圆。死生契阔，终有重圆。
我们今晚还有最后一件事。最后，任务倒计时最后1分钟，请抓紧时间。如果任务失败，你将被彻底抹杀，无论书中世界还是现实世界，都不会再有你的存在。我知道，可是我真的做不到。西西，怎么了？做噩梦了？没事。其实本王和你在一起的时候，每一天都特别开心。我秦川这辈子能遇到你，此生无憾了。你怎么突然说这个？过去种种的事，不必再提了。西西，从今以后，我们真的就是夫妻了。所以，不论遇到什么事情，都告诉夫君，本王会替你遮风挡雨。秦川，秦川，主角保护作者，夫君保护妻子，是本王该做的。不过，你怎么知道？本王能听到你的心声，本王早就知道了。对不起。不用道歉，其实一切都是虚话，可是我爱你的心都是真的，就够了。不够，一点都不够。别哭，还记得玉佩的寓意吗？此生契阔，终有重圆。秦川，秦川。
回现实世界。请你帮我签个名。谢谢，谢谢。大大，你好。谢谢。姐姐，有个大哥哥让我把这个给你。小朋友，这个大哥哥在哪？快告诉我。青川，青川。本王说过，平欲为政，死生契果。终有重演。